一粥一饭皆养生，美丽就在唇齿间。大家好，我是戴老师。我们一直在讲肌肤呢不仅是面子问题，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状况的一面镜子。很多脸上的问题呢，其实反映的是我们身体上的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先来说一说肝。在讲课之前呢，我得先跟大家交代一点，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肝是中医上的肝，它和现代医学讲的那个实体的解剖上的那个肝脏是两回事儿。那么中医的这个肝呢，它其实更偏重于是一个功能活动系统。那么中医认为呢，肝主疏泄，它除了可以帮助我们饮食物的消化之外呢，它还主情志呢，肝主调畅情志，所以我们的精神情志活动其实也归属在中医的肝脏的这个范畴当中。另外呢，肝还主藏血呢。那么今天的肝我们从哪儿说起呢？我想咱们先说一个皮肤上常见的问题吧，恼人的黄褐斑。我想不管是谁，如果脸上一出现了黄褐斑都是很让人抓狂的一件事情。因为美颜永远是和脸上的斑和点是势不两立的。那一旦出现了黄褐斑，那么我们再用什么高超的手法去遮掩，也无法再重现往日的素颜美肌了。那么黄褐斑是怎么产生的呢？现代医学认为黄褐斑呢，其实和很多因素有关系，比如说像经常熬夜啦，比如说过度的日光照射啦，我们现在的电脑辐射啦，还有呢，像工作压力过大了。那么这些因素确实和脸上的黄褐斑的产生呢有一定关系。那么不过我们中医学认为黄褐斑呢，它只是一个表象，其实它反映的是我们的脏腑、经络、气血的问题。大家知道黄褐斑呢，俗称又叫蝴蝶斑，它还有一个别称，大家知道叫什么吗？叫肝斑。你听得没错，黄褐斑就是和我们五脏当中的肝关系最为密切。黄褐斑的产生和肝脏哪儿出了问题有关系呢？其实最主要的一点我们讲叫肝郁气滞，就是肝气郁结了呗。大家知道女生呢心思比较细腻，天生就容易想事情想得比较多，是不是？那么思虑一过度一有点小情绪，我们人体的这个肝气机就郁滞住了，我们叫肝气郁结。那么肝气一郁结了，它就会气血运行不通畅了，所以就会出现血瘀。那么如果血液瘀滞住了，我们人体的这些代谢废物就不能及时的清除出体外，就会沉积在局部，所以呢脸上就趁机长色斑了呗。我平时看辅助生殖门诊，接触到的这一类的女性朋友呢比较多。她们呢除了脸上长色斑之外你会发现还会有一些共同的临床症状。比如说呢，大多数的朋友呢会心烦气躁，容易发无名火还有呢就是她们往往有月经不调的情况，容易乳房胀痛，甚至呢有的朋友呢有像乳腺增生结节甲状腺的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甚至是器质性的一些病变。那么怎么办呢？有了黄褐斑，我们怎么去消斑祛斑呢？中医说治病必求于本，通过疏肝解郁，我们就能够把脸上的斑消除掉。其实我在门诊上调理的这一类的病人呢比较多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月经不调的女性吧，她们很多人呢脸上都有斑点。那么我通过疏肝解郁的方法调理一段时间之后她们的月经正常了心情呢平复下来了，情绪好了，他们非常惊喜地发现自己脸上的斑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所以这其实就是中医调理的一个秘诀所在了。下面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在临床上常用的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祛斑美容茶吧。原料呢一共有4种，杭白菊6克，山楂6克，玫瑰花6克，红花3克。那么把这4种呢放在一起，再加适量的冰糖，
用开水冲泡代茶饮就可以了。那么常喝这款美容祛斑茶呀，你会发现疏肝解郁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很多朋友反馈呢说，喝了这款茶之后啊，自己平时非常浮躁的那个心情慢慢的平静下来了，脸上的斑呢慢慢的淡了。那么这个小的食疗方当中呢，大家看，玫瑰花是疏肝解郁的，杭白菊呢是平肝清肝火的，那山楂和红花呢都有非常好的活血化瘀的功效。那么气机顺了，血液运行通畅了，自然我们的脸上的斑啊也就慢慢的消失了。大家不妨试一试。女性啊，其实除了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问题之外呢，还有肝脏容易出现肝血亏的情况。中医里面讲啊，女性是以肝为先天的，什么意思呢？那么女性的一生啊，会经历像经带、胎产等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生理时期、生理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啊，容易伤血，而肝是主藏血的，所以呢，肝血一亏。那么如果是肝血虚了的话，我们的身体啊是有反应的。教给大家怎么来快速判断一下我们的肝血有没有亏虚呢？看两个地方，一个呢是看我们的指甲。那中医讲呢，肝啊藏血，其华在爪。这个爪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爪甲，也就是我们的指甲了。大家可以伸出自己的手来，看看自己的指甲是否红润，是否有光泽。那么如果是肝血充足的话，那么我们的指甲呢应该是有血色的，就像我们的脸上的肤色一样，白里透红啊，而且呢是充盈的、饱满的。那么如果是肝血亏的话，你会发现，那么你的指甲呢变得枯黄，没有光泽，比较的脆，容易折断。还有呢，有的人的指甲有一个凹，我们叫齿状甲，就是往里凹陷不充盈，这说明肝血亏了。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啊，指甲上呢会出现一些竖纹一些竖的条纹，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肝血亏的一些征象。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就已经是身体给你一个信号灯了，告诉你你应该补肝血喽。另外第二个肝血亏不亏看哪儿呢？看我们的眼睛。肝啊开窍于目，那么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神采？眼睛是否润泽，有神气？其实啊，都反映了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肝血是否充足。那么如果是肝血亏的话呢，往往会表现为我们的眼睛没有光泽，我们叫没有神气了另外呢，视物模糊眼睛呢干涩痒，这些其实都是肝血亏的一些表现。中医里面认为久视伤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东西如果看得多的话会伤肝血的。所以提醒那些每天抱着手机或者说电脑看东西看得比较多的人呢，一定要注意了。要想养肝血放下我们的电脑，放下我们的手机，多往远处看一看吧。这样的话呢，你的肝血慢慢也会得到充养的，至少你消耗的少了，是不是？说到补肝血可能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的是吃药，比如说那我吃一点当归或者四物汤之类的来补血，是不是效果更好呢？其实我们讲药补不如食补，食物是最好的药物。那么怎么去补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小技巧。首先第一个，我们叫以脏补脏法。什么意思呢？要补肝要吃肝呗你像猪肝鸡肝鸭肝这些动物肝脏其实大家不要小瞧，它们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里面呢富含铁质，可以说是贫血的朋友的最好的食补佳品。下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补血粥吧，猪肝绿豆粥。这个猪肝绿豆粥怎么做呢？非常简单，我们买一块新鲜的猪肝，然后洗净切片，然后用黄酒略微的腌制一下，然后我们把粳米和绿豆呢先煮粥，等粥粘稠快熟的时候呢，最后再把
切了片的猪肝呢放进去略煮，这个猪肝绿豆粥啊就做好了。那么这样的一款粥品啊，非常适合肝血虚的朋友来食用。那么肝血虚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会感觉呢浑身燥热，这其实啊也是一种什么呢？血虚的表现。那么喝了这款粥之后啊，你会发现你的燥热的这种状态慢慢的平复下来了。说吃猪肝有那么好的补血效果吗？我有朋友反馈啊，吃完之后第二天就感觉自己的眼睛啊明亮了，大家可以做做看。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叫以脏补脏法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呢，叫以血补血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像猪血、鸭血这样的动物血液，来补我们身体的血液。有作用吗？作用是非常好的。猪血、鸭血呀，用我们中医理论去分析，它都入肝脏，入我们的肝经，所以呢有很好的补血和养血的作用。推荐一款粥品吧，我们可以取鸭血100克、粳米100克，还可以加上鲫鱼100克，一起来煲粥。那这样的粥品啊，也是非常适合于肝血虚的朋友来食用的。除了以脏补脏、以血补血，我们再给大家推荐第3种方法，叫以味补血法。味呢，就是味道的味了。大家都知道啊，有酸苦甘辛咸5味，对不对？那么大家知道这5味哪种滋味是入肝脏的吗？对了，酸味。所以啊，大家想想酸味的食材有哪些啊？凡是酸味的食材都入肝脏，有养肝补肝血的作用。比如说咱们前面提到的像山楂呀，像柠檬啊，像醋啊，还有像桑葚，这些其实都是味酸的，是不是？那么它们都入肝经，有养肝血、理肝气这样的功效。在这里啊，隆重向大家推荐一下桑葚。大家爱吃吗？酸酸甜甜的。那么桑葚啊，它有一个别称叫补血果，听到没有？它的补血的功效可是非常棒的哦。其实桑葚啊，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一种美容养颜的佳品。从现代营养学角度讲呢，大家看桑葚的那个颜色是不是紫色的，对不对？它其中呢富含花青素，当然啊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了。那么花青素呢本身就是具有非常好的美容养颜的功效，它能够抗衰老、抗氧化，能够润泽我们的肌肤。那么从中医理论去解释的话呢，桑葚是它的颜色是黑中带红的啊，黑呢入肾，红色呢入心，而酸味呢又入肝，所以瞧瞧这个小小的果子呀，它其实是入了3个经。所以每年等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辜负了大自然的馈赠哦。跟我一起来做一锅美美的又养颜的桑葚糕吧。那桑葚糕怎么来做呢？其实啊并不复杂，但是需要你有耐心哦。我们先把桑葚洗干净，然后呢最好啊是把它放到纱布里面，把它压榨一下，这样的话呢会熬制的更加充分。那我们把压榨好的桑汁还有呢桑葚的果肉啊都放到锅里，但是提醒一点，不要用铁锅就可以了。放到锅里呢，我们用大火烧开，当然要加适量的水。烧开之后啊，就转小火，慢慢的熬制。熬制多长时间呢？2个小时就 OK 了。但是还没有完。那么熬制了2个小时之后啊，我们再次把桑葚的果肉还有呢一些杆捞出来呢，要压榨，然后呢过滤，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桑葚渣还有杆呢去掉，只留桑葚汁儿。那么桑葚汁儿呢，我们加上适量的土蜂蜜，继续的熬制。那么一直熬制到这个糕啊粘稠拉丝，可以装瓶这个程度就好了。其实啊，我们的肝脏啊和睡眠的关系啊也很大。中医有一句话叫人卧则血归于肝，什么意思呢？就是晚上啊我们躺下睡觉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啊就都回到肝里面去了，就有很好的养肝血的作用。所以大家可能想到了，如果呢我们晚上的睡眠时间不足的话，那么我们的肝血啊就容易亏虚。那中医啊把
一天的24小时呢，都分配给了12经络。那么每一个时辰呢，都有一个经络来主宰，就是来当令来值班。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呢，是我们人体的胆经它循行的时间，也就是它值班的一个时间段。那么从凌晨的1点到3点呢，是我们人体的肝经循行的一个时间段。而肝和胆，大家知道肝胆相照嘛，对不对？肝和胆呢，它两个是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的。所以它其实就告诉我们，从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段啊，对于我们来排毒、养颜、养肝血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无论如何呢，请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一定要保证深睡眠的状态哦。所以要想美容养颜，得先睡美容觉，是不是？那么美容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睡呢？一定每天晚上11点之前要入睡。怎么样？大家努力吧。除了我们上面跟大家讲到的可以通过饮食调养的方法来养护肝脏之外呢，其实啊，我们人体还自带药库。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经络穴位。大家知道啊，我们人体分布着很多的经络，那么经络上呢有一个一个的穴位。那么这些穴位点啊，其实呢，它可以通过调理它，可以来养护我们的内脏。那比如说呢，我们的肝经、我们的胆经上呢，就有很多对于调理我们的肝胆经的功能非常有帮助的穴位。今天啊，我就教给大家用穴位按揉的方法来养护我们的肝脏。那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穴位，它可是大名鼎鼎的哦。大家听说过太冲穴没有？太是太阳的太，冲呢就是冲出去的冲啊。这个太冲穴啊，我们经常把它比喻成我们人体的出气筒，大家一听就知道了。那么这个穴位啊，它有非常好的泻肝火的作用，它可以把我们人体的那些多余的那些肝气、肝火郁结的气机啊，都通过这个穴位把它冲出去，所以叫太冲穴。那么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太冲穴啊，其实它是在我们的脚背上。大家看，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这有指缝，对吗？我们顺着这个指缝啊往后推，推到呢一个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这个骨头交界的这个交界点的位置，脚趾缝再往后一点啊，这就是太冲穴了。那么这个太冲穴啊，如果是肝气郁结的朋友的话，那么你摁上去啊是非常非常疼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最近比如说我总想发脾气，气机郁结的时候，或者头疼脑胀的时候，那么这个穴位往往就更加的明显。那么平时呢，我们经常啊可以用手指来按揉这个穴位，就可以把我们的人体的淤积的气呢把它排出去啊，是非常好的一个穴位。那么除了太冲穴之外啊，在它的前面，其实也就是大脚趾和二脚趾指缝的那个地方呢，叫行间穴。这个穴位呢，其实往往是和太冲穴配合在一起，它的清肝泻火的作用呢，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可以从太冲穴往行间穴的方向来推揉啊，这样的话呢，也是起到非常好的清肝泻火的作用。除了太冲穴、行间穴呢，在我们大脚趾的内侧脚趾缝的旁边还有一个穴位，这其实啊也是肝经的第一个穴位，叫大敦穴。所以一般来讲呢，第一个而且是起始于这个手指或者脚趾末端的这个穴位啊，都有很好的清热泻火的作用。所以啊，这个大敦穴呢，其实也有很好的疏肝理气和清泻肝经余热的这样的功效。我们上面给大家展示的这3个穴位，大家记住了吗？大敦穴、行间穴，还有呢太冲穴。对了，我们人体的出气筒，这3个穴位啊，其实它们都有非常好的清肝泻火、疏肝理气的功效。那么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说如果我是肝血亏虚呢，我用什么穴位来养呢？还有2个重要的养肝血的穴位，我想呢放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再来说。好啦，今天啊，我们跟大家来讲了饮食养护肝脏，睡眠养护肝脏。其实啊，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啊，养肝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养情志。因为肝主情志，肝呢是喜调达而无抑郁的，郁怒呢会伤肝。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想
让我们的肝脏健康，要想养足我们的肝气，养足我们的肝血，就要调畅情志。每天呢，让我们都开开心心的。不是有句话说，笑一笑10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吗？祝大家天天开心。今天呢，咱们的课就到这儿，我们下堂课见。